中韩两国在半导体领域有深厚的合作基础和互补性，但美国一直试图限制中国获取先进的芯片技术和供应，以维护自己的科技霸权。中韩两国商务部长26号举行会谈，同意加强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领域对话与合作。韩方还希望加强原材料、零部件等更广范围的供应链合作。这也反映出韩方并不想一味配合美国的科技霸凌战略，进而损害本国企业的利益。当地时间26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美国底特律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29届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会见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安德根。双方重点就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加强双边、区域及多边领域合作等交换意见。值得关注的是，中韩两国政府对此次会见内容的着重点有所不同。中国商务部网站消息称，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领域对话与合作，而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则凸显了原材料、零部件等更广范围的供应链合作。中韩两国这个在半导体产业上，它的互补性是很强的。那么双方呢，互为这个产业的安全、韧性提供了一个多元的帮助。那么从未来看呢，由于两国他们这个科技程度都很，水平都很高，而且在对半导体产业的这个投资和研发呢越来越重视，所以双方在半导体产业上的这个研发方面会有进一步的合作的空间。连日来，韩国政府官员多次表示希望与中国沟通，不会与中国脱钩的声音。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邱信浩22号重申韩政府不脱中的立场。邱信浩称，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也是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虽然韩国为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努力着，但这不应被解读为忽视韩中关系。韩国从未宣布过与中国脱钩，也无意这么做。韩国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领军者，其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是全球最大的2家存储芯片制造商，也是中国市场的重要供应商。针对美国商务部早前颁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实施细则，将韩国企业等在华新建的产能限制在现有产能的5%以内。韩国政府日前要求美国重新审议这一规则，将限制提高到10%。5月19号，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会见邱信浩时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消费投资回升加快，将为包括韩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机遇。但邢海明也强调，近来个别国家人为构建小院高墙，推行脱钩断链，希望韩方能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和市场经济原则，积极维护中韩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中美韩在半导体产业链上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的一方面。从目前看的话，美国是非常担心，美光公司受到制裁以后，韩国的半导体企业会趁机会占取美光在中国的市场份额，那么从而导致这个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做大做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中美韩双方应该有机会能够坐下来，能够非常好的协调一下在半导体产业上的安全和合作问题。美国在科技领域强化小院高墙，其在亚太的延伸就是启动所谓印太经济框架，推出有岸外包概念，破坏全球经贸体系。当地时间5月27号，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会议在底特律举行，共有14个国家的代表参会，在供应链领域达成一项协议，加强芯片、关键矿物等基本材料的供应链，以减少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依赖。而作为印太经济框架的2大牵头国，美日就宣布将深化在先进芯片和其他技术研发方面的合作，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共同扩大芯片制造，保障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先进组件供应。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日本经济产业部长西村康稔26号在底特律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提出了先进芯片制造合作的路线图，重申需在高科技领域和供应链上密切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6号就印太经济框架相关问题表示，无论是什么名义的区域合作框架，都应当保持开放包容，而不是歧视、排他、搞保护主义。美国为了限制中国的发展，维护自身霸权，将经贸问题政治化，胁迫诱拉一些国家限制对华出口，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供链的稳定，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国商业团体也对这项供应链协议提出异议。美国商会、全国制造商协会等30多个团体27号向美国政府发出一封联名信，称供应链领域的谈判遗漏了一些可以帮助美国出口商的贸易优先事项，包括降低对其商品征收关税等贸易壁垒。联名信称，美国商业团体担心美国政府提案的内容和方向有可能无法取得有意义的战略和商业成果，而且还会危及美国在印太地区及其他地区的贸易和经济利益。美国外交学者网站23号刊文指出，美国对中国发动科技战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在自己发展的同时，确保中国停滞不前。文章说，现在中国首次实施反击，将限制美国最大芯片制造商美光公司向中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出售产品。中国对美光公司的禁令可能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中国认为其国内市场具有重要地位，美国及其盟友无法轻易地绕过中国市场。文章指出，随着美国加大施压力度打压中国供应链，中国也持续努力加强本土芯片生产能力。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也足以培育新兴的本土芯片企业。英国特立独行网站23号刊文提到，上个月白宫要求首尔阻止美国芯片被韩国芯片替代，但韩国对此反应冷淡，坚称这是由该国企业决定的事情。韩国拒绝损害其企业，以满足华盛顿外交政策机构的愿望，这表明美国的贸易战面临着硬限制。文章认为，在过去的1年里，美国及其盟友得到了一系列教训，即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他们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是有限度的。中国不是伊朗，甚至不是俄罗斯，试图在经济和外交上孤立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很可能最终会导致试图采取这一措施的国家自己受到孤立。在未来几个月里，美国似乎越来越有可能不得不修改其对华政策。美国搞阵营化、搞小圈子，那么它首先难以解决问题，就是这个阵营化、小圈化呢，它会增强这个半导体产业它这个市场成本和经济成本，那么从而导致整个半导体产业它这个经济效益会下滑，也会导致各国的这种投资重复，造成的产能过剩、投资过剩，真的又反过来会导致各国政府会重新考虑这些所谓阵营化、小圈子化的这个经济合作模式是不是符合本国的利益。中国因安全问题对美国的美光芯片予以限制后，外界认为让韩国获渔翁之利。那您怎样看待中韩加强芯片合作的对话？制裁美光公司对于美国半导体有何影响呢？美光公司制造的芯片因为存在比较严重的网络安全问题，中国呢要求国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停止采购。这一禁令呢引发了全球的关注，被看作是中国对美国对华打芯片战的首次反制，被视为是中美芯片战愈演愈烈的标志。我想说的第一点是，中国呢在做出对美光产品进行限制的措施以前，是一定考虑到了替代产品从哪儿来，而且呢，国产化替代产品是首选，不会寄希望于韩国产品的，因为韩国呢正在和美日联合，通过所谓芯片四方联盟来限制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发展。第二一点呢是延伸的，也就是中国对美光芯片限制以后，的确是有利于韩国产品来替代。外界分析说呀，美光留下的市场空缺，这个韩国的 SK 海力士和三星等公司呢，正好可以填补。那么韩国半导体可以在中国市场有更好的发展。但问题是，韩国半导体企业所需的这个制造设备也是从美国来的。美国设卡就会要韩国企业的命，所以说呀，这个韩国企业呢要获渔翁之利也是不太容易的。目前呢，中韩加强半导体产业供应链的对话与合作，是贸易和投资等大面上的事儿，恐怕呢没有具体到芯片问题上。当然呀，韩国对这个美国的芯片出口禁令也是颇有不满，认为这个芯片禁令同样卡住了韩国企业的脖子。韩国贸易部的数据显示，韩国大约40%的芯片出口是对中国的，但是呢，三星电子和海力士公司又受到美国芯片法案的制约。那么韩国企业呢，能不能突破美国芯片禁令，与中国加强合作，仍然需要观察。总之是，韩国政府已经声明了不会出手干预韩国企业到中国开拓市场。第三一点呢，是因为美国率先对华进行芯片禁令，并且联手和韩日对华进行封杀，迫使中国对美光进行反制。这一反制呢，也让美国半导体企业跳脚，
一些企业家认为，对中国市场封锁将会让美国芯片很难找到买家，其中1/3的产能呢可能会烂在仓库，对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非常的不利。因此呢，中国制裁美光公司是以美国之道还治美国之身，让美国感受一下呀，美国的经济胁迫是怎样伤害其他国家和自身企业的。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